生命灵数9号人，你们是天生的理想家和奉献者，总能看到宏大的目标，渴望为世界带来改变。以上是一般生命灵数告诉你的，但你是不是感到困惑，自己没这么伟大啦？这就要来认识古希腊9号人的原型，是比阿波罗早9分钟出生的双胞胎姐姐，是擅长狩猎，晚上要夜巡保护幼小的美少女战士。阿提米斯是希腊神话中象征纯洁的月亮女神。9号人的你，是否遇过任务理念冲突、左右为难呢？因为你继承了月亮女神的副作用呀。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，想问问大家，你有听过地球要进化，人类要进入5次元吗？如果你有点好奇，但不知道这代表什么意思，欢迎赞助喵喵大师，每月只要1杯咖啡的钱，就能看到很简单好懂的5次元尝鲜团哦。就像 AI 要体验过，你才知道该怎么用才好。5次元也是这样啊，进化到底是什么意思？进化之后会退化吗？会不会对生活带来困扰呢？是不是应该要先认识，再决定要不要进入呀？既然这是地球的大事，当然要加入会员来尝鲜咯。生命灵数看喵喵大师，拿回你的人生主导权，知道灵数相处很简单。欢迎订阅、分享、按赞、开小铃铛。嗨，大家好啊，我是喵喵大师。今天就让我们用古希腊的观点来看看月亮女神阿提米斯给9号人什么样的祝福吧。阿提米斯是宙斯和女神勒托的女儿，在阿波罗和6号人里说过，勒托即将生产前被天后赫拉恶整，挺着大肚子到处东躲西藏，躲避巨蟒裴东追杀，每天都在九死一生中度过，直到波塞顿升起一座漂浮小岛后才得以安顿。待产的勒托可能是在逃亡中受到过度惊吓，生产过程超不顺利，阵痛持续了9天9夜，看不下去的女神都想帮忙勒托，但赫拉命令唯一帮得上忙的希腊诸圣娘娘埃雷图亚不准出手。无计可施之下，众女神献上一串黄金琥珀项链，拜托彩虹女神伊利斯去祈求天后。这下赫拉才同意让埃雷图亚去帮助勒托生产。终于在岛上的一棵棕榈树下平安地产下阿提米斯和阿波罗，用4根石柱缓缓从海底升起，拖住原本漂浮的小岛，才变成现在的提洛岛。不久后，阿提米斯和阿波罗被迎回奥林帕斯山，成为12主神。但善妒的天后没给姐弟好脸色，虽然后妈赫拉会欺负他们，但姐弟的感情很好。就像阿波罗有最美男神的外貌与封号，阿提米斯也是象征月亮的美少女战士，常常身穿猎装，手持银弓、金剑，驾驶一辆由金角雌鹿拉的银车，还有一群猎狗跟着奔驰，每天在山林间跑来跑去，完成多种任务的女神。直到有一天，阿波罗居然设计让姐姐亲手做出无法挽回的遗憾大事。当阿提米斯知道真相后，当场心碎一地，从此和弟弟断绝关系，不再见面。9号人被自己人设计入坑，就是阿提米斯的诅咒。这是喵喵大师的独门绝技，听到赚到。阿提米斯掌管野生动物，同时是厉害的猎手。虽然感觉很冲突，但就像尊重生命的优秀猎人，他会细心保护幼小动物，以延续自然界的平衡。阿提米斯就是希腊神话中的月神和狩猎女神。她有几个让人羡慕的主要特质：一、象征自由与独立，就算成为奥林帕斯的12主神，阿提米斯仍不受束缚，追求自由与独立，喜欢在山林间奔驰打猎，忠于自我主张。2、超高的狩猎技巧。阿提米斯是真的很酷，有和弓箭之神阿波罗切磋交流的精准箭术，还有夜间出巡的银色跑车和完整装备，加上厉害的狩猎技巧，所以有一群青春的女神和阿提米斯常常在山林里玩在一起，而且身为月神，阿提米斯要夜间巡逻的哟。3是自然与动物的保护者，对古希腊人来说，阿提米斯热爱打猎，还同时维护自然的平衡与和谐，所以认定他也是自然和动物的保护神。4象征纯洁与贞洁，因为不忍心妈妈的遭遇，不管是阵痛9天9夜，没神能帮，还是被追杀，让阿提米斯在雅典娜之后也报名加入处女神。
觉得她很酷的女神们还一起组成处女狩猎团，训练实力和坚定的意志，捍卫自己的信仰与原则。从此，阿提米斯也象征着纯洁和贞洁。5. 勇气与决断。当阿提米斯决定成为处女神后，就发誓保护处女贞洁和妇女生育。此后，不论遇到什么样的挑战和困难，她都有坚持到底。如果把阿提米斯发誓守护贞洁和妇女生育后，命运才无情地展开艰难的意志力考验，放在现代的生命灵数9号人身上会怎么样呢？结果就是你会有很多思想包袱和行动限制。9号人的你，是不是曾经羡慕身边的人能够软烂自在地过日子，不懂不会都能慢慢来，自己却被期待值绑架，不能出现让人失望的时刻？看着别人耍赖是可爱，自己还没耍赖就被警告。不要怀疑，这就是月神的副作用出现了。如果你是生命灵数9号人，体验被期待的沉重后，你可能会开始尝试绕道，想躲开迎面而来的压力，甚至打算表面顺从，但暗地里想要任性的做自己。直到你发现很多条路都行不通后，你才会顺从的扛起期待值，把想法开始往心里放，努力的在所有人面前维持大家期待的样子。你很有感的话，欢迎把今天的节目多看几遍，让喵喵大师协助你从生命灵数重新认识自己，找到在灵魂深处月神给你安抚自己内心的方法。今天的内容对0到100岁的9号人都适用，因为这些状况都是来自月神的礼物，是你登入地球前预设的灵魂主题。你的内心世界是情感丰富、充满理想与愿望的。在你表达你的想法时，很容易得到身边人的认同。当你尝试用行动将这些成为现实时，考验来了。大家竟然把自己的期待顺便一起加在你身上，不容你拒绝。就算你内心翻腾，也要镇定地向前。由此可知，9号人的课题就是要练习身心平衡。如同阿提米斯虽然善于狩猎，同时也常常独自在月光下、山林里守护着弱小生命。生命灵数9的人天生有理想主义和关怀的能量，你有广阔的视野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，是天生的理想家和奉献者。想为宏大的目标努力，要领受月神的礼物，请尝试做到以下几点：1. 胸怀大志，有崇高理想，就像阿提米斯的魅力是来自守护自然和弱者的宏大愿景。当你有理想时，自然会渴望为人类或社会做出贡献。2. 富有同情心，关怀弱势。你富有同情心，并容易感受到他人的痛苦，并愿意帮助需要帮助的人，如同阿提米斯是自愿成为弱者和动物的保护者。3. 具奉献精神，不计较付出。你乐于分享和付出，不计较个人得失，愿意服务他人，为社会做出贡献，因为你在帮助他人的过程中能够获得满足，愿意为了更高的目标贡献自己的时间和精力，如同阿提米斯为了他的追随者和森林而付出。月神让人心变美的礼物，是不是非常值得呢？以上3点是你内建的感受力与奉献能力。就像阿提米斯作为希腊神话中的月亮女神，也被认为是生命灵数9号人的象征。这代表9号人的身心能承受极大的矛盾，就像内心怀抱美梦，但身处在让人灰心的世界，承受众人期待，在现实的烂泥中表现出清新脱俗。在自身承受强大的压力时，示范出精神价值，就像阿提米斯承担狩猎与守护的矛盾任务。这代表生命灵数9号人的你也能做到这种程度。具体要怎么做才好？没问题，一起来研究吧。话说阿提米斯跟进雅典娜报名了处女神，但阿提米斯的感性与浪漫是远超过雅典娜的。在一个明月当空的夜晚，阿提米斯照例在夜空巡行，无意间低头看到一位牧羊人正在山谷中沉睡，他端正俊美的睡颜使得阿提米斯芳心荡漾。封闭的少女心在这一刻突然解封了，她自夜空降下，忍不住偷吻一下牧羊人的脸庞。熟睡的牧羊人恩底米翁因女神的亲吻而醒过来，见他醒来，阿提米斯就害羞的急忙转身而去。从此，阿提米斯就像初次暗恋帅哥学长的小学妹，每一晚都会特意绕来看看。恩迪米翁就心满意足了，因为太喜欢他，
忍不住担心凡人终将老去的事实，于是向宙斯提出请求，赐予恩迪弥翁永恒的青春。宙斯回答恋爱脑的女儿说，凡人不可能长生不老，唯一的解法是长眠不醒，才能保存他的盛世美颜。没打算结婚的阿提米斯同意了宙斯的提案，从此让他长眠成为艺术品，自己每晚都来看一眼。此外，阿提米斯还喜欢过海神波塞顿的儿子俄里翁，他年轻英俊，喜欢带着猎犬在丛林里打猎。这个兴趣和阿提米斯的喜好一模一样，于是两位年轻神越走越近，彼此的感觉越来越好，是奥林帕斯山上难得的清新小恋曲。但在阿波罗知道阿提米斯是真的爱上俄里翁，恋爱脑快发作要嫁给俄里翁时，阿波罗不开心了。他认为姐姐大人不能一时晕船，忘记最重要的事。为了保住姐姐大人的贞洁，他决定不计任何手段。一天，阿波罗看到海王子俄里翁在湖底下行走，从天空上看下去，俄里翁的头顶只是一个小黑点。阿波罗看着看着，突然想到一个聪明的办法。阿波罗挑衅地问阿提米斯：“能射穿水中的黑点吗？”他直接拿起弓箭，瞄准黑点，咻一箭地射过去。当他自信满满去查看射中的目标，看到的却是头部中箭身亡的俄里翁。阿提米斯看到心爱的人死在自己箭下，当场是痛不欲生，心碎又愤怒，指责阿波罗是罪魁祸首，并放话再也不想看到他。从此以后，不论阿波罗怎么追赶姐姐大人，想和他道歉修补关系，阿提米斯总是在他到达的前一刻离开。这就是希腊神话中太阳和月亮不会同时出现在天空中的原因。其实阿提米斯恋爱运在他宣布跟进雅典娜后，就注定是一场空了。这也太严格了吧？难道心里喜欢和脑补想象也不行吗？9号人的你是不是觉得这种崩溃感很眼熟？不要怀疑，你被阿提米斯的诅咒拖累了。9号人体验到宣言变诅咒，内心动摇的感受就像是一道无形的枷锁，紧紧勒住自己的咽喉。每当退缩的念头浮现，自己曾宣告过的一字一句在脑中响起时，很像尖锐的讽刺与沉重的谴责。曾经的见证人甚至会跳出来要求你不能改变，就像阿波罗处心积虑不让阿提米斯违背誓言。9号人的你该如何脱离这种困兽之斗呢？请练习先承认问题，转变想法，最后再行动。说得轻巧，但这对你很有难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9号人的你擅长假装不变，然后轻巧带过。要承认有问题，等于质疑自己的宣言有错，这太让人不安了。而且你的内心早就被搅得一团乱，不如自己偷偷的行动，只要没被发现，就不用说明。但9号人的本质是感性的，你是藏不住情绪的，才会一旦被发现，就得面临排山倒海的责难。该怎么办才好？你只能回到起点，承认问题，并思考，努力重新定义誓言，才能让它成为你的新助力。9号人，你做得到的，只看你愿不愿意而已。喵喵大师希望你拥抱生命灵数的礼物，认识自己的生日、灵数、剧本数、主题数、面具数、有数、缺数、流年，让数字的能量成为你完成人生的工具。选择自己有的、会的部分来练习，累积有用的努力，效果才会看得见。只要方法对了，你的一切就会越来越顺遂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，欢迎按赞，用礼数签到哦。要是你对5次元的生命灵数有兴趣的话，欢迎加入进阶会员来听指导灵是怎么说的，还有超简单好用的本月1到9号人攻略，直接告诉你这个月的幸运星是几号人哦。需要运气时，只要找到它就搞定了哟。感谢加入会员和超级感谢的朋友，生命灵数卡喵喵大师，你会越来越好命的哟。